欢迎又来到我们 JS 说频道。第60章，狂扇巴掌。黑衣女子道：“和公主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人，慕容景天。”谁？黑衣女子。北燕国的王上轩辕彻。慕容景天幽冷的瞳仁骤然一缩，激射出数道犀利的冷光。轩辕彻，他也来了黑雾森林。他凝眉思索片刻，嘴角绽出是血的笑容。他一定也是为了灵火种而来，本太子绝不能让他得偿所愿。凤浅豁然明白过来，原来火云洞就是灵火种的藏宝之地，难怪轩辕彻竟会这么痛快地答应帮紫云公主的忙。他还以为他是被美色所迷，忘了此行的目的了呢。走神间，下巴忽然被人挑起，慕容景天勾着一抹冷媚的笑，极具占有欲的眼神直勾勾地望住他。美人，乖乖在这里等我，本太子去就回。说完，他狂笑2声，甩袖而去。他一走，那几道不善的目光再次朝他身上投来，几位驯兽师气闷地瞪着他不说话。最初见到的黑衣劲装女子开口说话了，语气十分的刻薄。你知道每天有多少女人想要爬上太子殿下的床吗？凤浅睨着他，不说话。黑衣女子冷笑一声，继续说道：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见多了，嘴里说爱殿下爱得死去活来，可实际上都是爱慕虚荣之人，对殿下没有一分真心。别以为殿下被你一时的表象迷惑，就真的以为可以一步登天，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我劝你早点死了这份心，因为你根本不配得到殿下的垂爱。凤浅气笑了，有什么样的主人，就有什么样的婢女，这主仆2人自说自话的习惯，还真是如出一辙。我真是同情你，暗恋自己的主子，却不能表现出来，滋味很不好受吧？从第一眼看到他眼里就是浓浓的嫉妒，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心思。本不想点破的，可他实在是太气人了。以为他是软柿子，想捏就捏吗？被戳中了心事，黑衣女子恼羞成怒，拔出了腰间的佩剑。我警告你，你要么自己离开，要么我送你离开，我绝不会给你机会继续纠缠太子殿下。他一拔剑，其余黑甲高手也齐齐拔了剑，他们这是打定了主意，要将他逼走。凤浅心中冷笑，他们不让他留下，他还不稀罕留下呢。我自己走，干脆利索的。他转身就走，黑衣女子倒是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痛快，几步追上了他，将长剑架在了凤浅脖子上。慢着，把殿下的狐裘留下。凤浅深吸了一口气，真是够了，他忍无可忍。好，给你。他脱下狐裘大氅，朝黑衣女子丢了过去。黑衣女子收剑去接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凤浅脚下踏出2步诡异的步伐，以一个极为刁钻的角度，一拳击出，击打在了黑衣女子的腋下肋骨。3拳连击，这个位置是人体最为脆弱的几个部位之一，一旦受到暴击，它不会致命，但会短暂失去行动能力。直挺挺的，黑衣女子倒了下去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她万万想不到会栽在一个自己完全瞧不上的人手里。希望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点一个赞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哟。狐裘大氅脱手滑落，即将落地的瞬间，凤浅利落地将它一把捞起，迎风铺展，重新披在了身上。不远处的人都看呆了，被方才这一幕深深震到。这是什么诡异的步伐？他们怎么从未见过？如果他们没有看错的话，他分明连1级灵武者也够不上，居然轻而易举就击倒了3级灵武者的丘陵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凤浅已经走出去一段路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不该追上去。凤浅并没有走远，他心里还惦记着那100头灵珠，如果这些灵珠能成为他的，那该多好。他是个记仇的人，他们刚刚无缘无故的挤兑他，他可不能让他们白白挤兑了去。所以，他的嘴角微微一勾，扯出一抹狡黠的笑容。丘陵万万没想到会栽在狐狸精的手里，气急败坏，对另一名同伴说道：你带几个人追上去，给我杀了他。同伴犹豫，可万一太子殿下知道了呢？丘陵恨其不争，你笨呐！黑雾森林到处有妖兽出没，让太子殿下以为他被妖兽杀了，不就行了吗？同伴恍然大悟，还是玲姐聪明，我这就去办。同伴离开后，丘陵阴冷地笑了起来，跟我斗，你还嫩着呢。话音刚落，后脑勺忽然啪的一声，重重挨了一下。谁打我？丘陵恼怒的扭头，身后空无一人，同伴们都站在远处，诧异地望着他，不解他究竟怎么了。丘陵摸摸后脑勺，一副见鬼了的表情。大白天的，难道撞鬼了？忽然又是啪的一声脆响，
秋玲懵了，呆在原地，右边脸颊上不知何时多出一道手掌印。等他反应过来，一脸惊恐地跳了起来，左右环视。谁？到底是谁？不要装神弄鬼的，有种出来比对。左边脸颊又是一道掌印。秋玲尖声惊叫，立刻拔出剑来，对着空气恐吓：该死的，给我出来，我要杀了你！啪啪啪，又是3巴掌。秋玲的脸顿时肿了，她气急败坏：我不管你是人是鬼，你给我出来！她挥舞着剑，乱砍乱杀。同伴们远远地看着他，见他一个人对着空气又喊又杀，还以为他疯了，面面相觑。秋玲确实要疯了，莫名其妙挨了这么多巴掌，不疯才怪。剑舞了一遍，总算没有再挨巴掌了。秋玲停下来休息片刻，气还未喘匀，忽然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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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是一连串的巴掌，声声清脆，如雷贯耳。这一次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，全部呆立在那里，傻了眼。从他们的角度望过去，只看见秋玲的脸左右一顿狂甩，她的脸越来越肿，越来越红，到最后变成了一颗猪头。秋玲整个人都被打懵了，两眼直冒星星，晕头转向。许久，一声无比压抑的嘶喊从她嘴里溢了出来：救命啊！同伴们纷纷围了过去关心：秋玲姐，你没事吧？秋玲，你的脸……人群外，凤浅吹了吹泛红的手掌，原来打人脸也是个累活。